醒醒，醒醒！哎，哎呀，我弟弟呢？你弟，你去问帅家木，你问我干嘛？你们在堂上的时候，他骑着一匹马就出去了，也没说去哪儿，是不是你？你耍什么手段？我耍什么手段啊？我要想治他个罪，几十条罪名信手拈来，不用这么折腾吗？人去哪儿了嘛？你弟弟现在不可能有什么事儿，他现在是仁华县响当当的人物，他非但不会有危险，以后也会风光无限的。你可以选他良人，安心嫁人了啊。我嫁不嫁人要你管啊！不管不管，那就祝你们封家铺子生意兴隆，你弟弟蟾宫折桂，好吧？行，借您吉言。你，谢谢啊，谢谢你把我救回来，也谢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。邵家木，其实啊，咱们两个是同一种人。正所谓，怀念而不可得，执念而不可得，痴念而不可得。哼，咱们两个同是这尘世间不可得的可怜人，与穷尽祖律亦不可得。说什么呢？祖律就是圆周与径长的比率，因为是祖冲之算出来的，所以叫做祖律。所谓径一而周三。得，我这么好的禅意啊，全被你给破坏了。走了。风大掌柜啊，我现在是无事一身轻，所以给你一条忠告啊。说，这盘棋啊，你们还没赢呢。哦，啊，哎，我还没谢谢你呢。谢我什么呀？你这个人虽然坏事做尽，但是一码归一码。我要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，就是这俩笨蛋的命。怎么谢？上好的火腿，给你2条。就2条啊？3条也行啊。哦哦哦哦哟！你们也太不讲道理了！这地我们还没整完呢，怎么就登记成熟田了？这可是金安府黄老爹和刘巡案颁下的命令，为了重定人丁丝绢税，境内所有的新旧田地一律重新清账。我们这的地所有的加起来，顶多也就是4、5分了，你们怎么就量出来5亩啊？这尺准不准啊？你一个庄户人，知道勾股怎么算吗？知道进1周3什么意思吗？行了，不要跟他废话。这田到底有多大？以我们官府丈量的为准。这不是变相让我们家粮税吗？那我可管不着了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！哎，我给你们劈！别动！这老不死的敢打我们！住手！起开！哎，这……哎，那你谁呀你呀？在下吉安府仁华县生源冯宝玉。这位公子，你一个仁华县的生源来我们同阳做什么呀？你管我来做什么？你们刚才做了什么，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你们狐假虎威，欺压百姓，挟知府之令以荼毒百姓，信不信我去同阳县衙告你们跟杨凤因为之罪？
其实啊，我们也很体恤百姓们的艰苦，只要是能够报销一下修缮费的话，我们这省吃的宽限也是可以再说一说的。你这是公开索贿！哎，这位公子说的对，我们身为官府差役，就应该秉公办事嘛。兄弟们，就按5亩来报，有什么不满，请去同样县衙提告。走。我听说吉安府校大乱了，所以过来提醒你们一下。我们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还怕什么大乱？那这样，我带你去邓知县那儿。邓知县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他肯定能严惩他们的。明事理？但凡有一个当官的管过我们，我们至于跑山上开荒吗？小石啊，你就跟冯公子去吧，也替爹看看，这世上到底有没有能改的命。你爹就是个只知道种地的农民，一辈子拴在了这土地上。都说天要你死，你就得死；天要你活，你就可以活。可是，咱农民是了解土地的人，咱改不了天，还改不了地吗？我就不信了，拼上我这条老命，还不能将这4亩5分地种出5亩的粮来。爹，站那儿！你们家了！兄弟，动你啊！别动手！动手！别再打！还有多人！官员，这是前面。2个兄弟说的果然没错，这整个头阳县都开始贴上田亩了。也不知道谁给黄知府灌的迷魂汤，净发这种无头风了。不是，但那2个是恶例，这个贴上田亩它又不是恶症，你不能因为2个坏人你就把这个举措也给恨上了吧？不是，小志，你这么想，咱们多找出1分引田，那这个税赋就可以多摊出去1分，这是好事啊！把你的眼睛啊从包袱里拿出来，洗干净装脑袋上仔细看看，行吗？我们走这一路了，沿途有哪个老百姓是高兴的？哪个不是愁眉苦脸的呀？官府每年一个新花样，说法一个接一个的，反正啊，最后就2个字：加税。你这就有失偏颇了。那好，我问你，如果真的要全县清账的话，为什么不从这边查起啊？这是刘老爷家的河边地，少说也有100亩吧。上头干活的佃户有1半多都是原来我们陈家村的。你看，怎么没人去他家清账呀？这丈量田亩未行刚刚7日，就有4个县上书，请求缓刑。这掐头去尾，路上的时间也就3、4天的光景，怎么就民怨沸腾了？这民众的反应是不是也太快了？哼，糊弄谁呀？要不我派人去各县打听一下，看看下面的老百姓对清账到底是何反应。如此甚好。贴什么呢？这是？知县老爷今日有事，暂停放告。那户房呢？什么时候开放呀？这告示牌上写的清楚，吉安府要清账田亩，都忙着呢。告的就是那些库房的人，那些人横行霸道，就希望知县老爷为我们主持公道啊！是啊，是啊，他们愣是把我们家的田地呀扩出了3分，这平白多交了几百斤粮食。这1年辛苦下来，哦，交了税，我们家口粮全没了，这还让我们活吗？对，那些序列光烧都是人，
榆林图册的价还让我出啊！我说没钱，没钱就劝我家牛。哪有？好了，让我让有这样干的？哎呀，刚才是谁说的来着？不能因为个别坏人就连这些举措都恨上。哎，那个，咱们再等等，那没准知县他忙完了就给咱们开门了呢。哎，你看高知县的，哎，明白。你说这京安府这发什么疯了？非得来这么一出，这不唯恐天下不乱吗？我刚从那边回来，这原委啊，还得从2个仁华县人说起，一个叫帅家墨，是个民间的算手；一个叫封宝玉，是个生员。哦，这俩人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！哎呦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仁华县有一笔人丁私捐税，这2个人呐，非说这税不能让仁华县一县去交，得8个县均摊。8个县，你说也不知他俩给知府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，那知府还真信了。能怎么办呢？就得均摊呢。怎么个摊法？就看哪个县人多地广，就多摊点儿；人少地薄，就少摊点儿。所以啊，才要先清账一遍田地，才能算出每个县摊多少。不是收费的小人，这事都是他俩搞出来的。就是，这太不是东西了。来，是真的吗？是。但是我们这么做，哦，原来是你呀！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的提议，京安府才会干出这样的事。你还在这充好人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就是你们的委屈，那都是因为那些虚吏他不按法纪办事儿。但这个举措的本身它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你们仁华县的税凭什么让我们同样县交啊？还嫌我们负担不够重吗？你封宝玉有这么大能耐，还在这假装唉声叹气什么呀？咱们喝咱们的啊，别想那么多。对，你干嘛去？你提醒我了，封宝玉是没什么能耐，可是我的名字还是有用的。啊！哎，老爷，封宝玉他非要进来见您。邓知县，让他进来吧。邓知县，封宝玉，我听说你们已经无罪开释了，怎么又跑到我同阳来？我是来找你申冤的。同阳借着清账田地，有个别虚吏假借官府之名，趁机欺压百姓，搞得民怨沸腾。之前收留我的那家农户，就被他们给刻意宽限了田体面积，他们实在是明目张胆，太过分了。封宝玉，我之前跟帅家墨有一点情分，这次我就给你个面子。那家人叫什么？家住何处？回头我让护房去查一下。多谢您，邓知县。我很忙，走吧。我这一路从同阳过来，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。这些人实在是害人不浅，你可得好好管管他们呀。封宝玉，同阳吏治如何，不需要你来评论。邓知县，我还是得跟你讲。宝玉，你到底还想不想让我帮你？我想让你帮我，可是那些虚吏真的欺上瞒下，欺压百姓啊！得意的是他们，受苦的是百姓，那挨骂的可是你呀！你就这么置若罔闻了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在同阳做知县已经2年了，若连这点猫腻我都看不透，早辞官回家算了。那您早知道，您倒是严加惩处啊！你真当我这个知县是生杀予夺的百里侯啊？我只是个流官，懂吗？而他们在同阳世代为例，经验远远比我丰富。我下的命令他们不敢不听，但有的是办法阳奉阴违，叫你有苦都倒不出来的。吏不怕官，这可真是千古奇闻了。照这么发展下去，那是不是整个县衙都是虚吏的天下了？他们自然也有怕的人，但不是本官。你还没有发现吗？金安8县的这些蓄吏最近都惊人的一致，变本加厉的在民间折腾，这是得到收益的。谁的收益？自己想去吧。
那个邓知县已经发下签子了，他们不会再为难你了。谢谢公子。虽然当初这祸就是你惹的。啊？哎，惭愧惭愧。我只能帮到你们了，却帮不了更多的人了。那你要回仁华了吗？这次的事儿还没办完，我还得去下个地方。所以，你救我，只是顺便。你是说各地民众反应都很平稳？是啊，些许纷争的是有的，可是总体对清障举措并无什么反弹呐。好，太好了，看来还是刘宣分析的有道理。这分明就是这几个县的县令自己在夸大其词。我早就说过，账田规则制定得很详致，主要是针对那些大户乡绅的引田，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会闹啊？是啊，我马上起草一份公文，令各县继续清障政策，否则严惩不贷。好。此乃朝廷大政，伏案决议。我身为巡案，也会联署。若这帮知县再敢推诿敷衍，本官一定治他们一个尸位素餐之罪。刘刑案所言极是啊。苏令出手，抄录，分送各县。加把火了。陈仁清，陈仁清，哎呀，陈仁清，你快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怎么跑奶西来了？哎，我有事找你。哎，我现在就是废人之身，上不了公堂，你找我干嘛？哎，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给你多少银子，你就还你多少公道，对吧？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？我现在上不了公堂，我不用你替我打官司，你就帮我想个法子。说，哎，有一本书，万城的主簿任意，他知道书的下落，可是无论我怎么问他，他都不告诉我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呗。什么书啊？《思捐全书》。《思捐全书》啊，我听佘家墨提过，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，可是他对老帅特别重要，那我必须得找到他，你就帮我想个法子呗。把前因后果讲给我听。陆师傅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还有假？这次清障田亩，正是仁华县买通了官府啊，要把那劳神的人丁私捐税摊在咱们身上啊！这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8字衙门冲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啊！啊！哎呀，咱们忙活了一场，
反倒便宜他们仁华县了。官府之子清账，全是仁华县挑唆的。仁华县挑唆的？我听说，黄师傅新纳了个小妾，就是仁华县的。晋安府下令了，要占我们的地。啊，还这种事儿？哎，朱大哥啊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们去县城问个明白，这人丁私捐到底是不是我们分摊？这冤枉钱，我是不交。我看，谁敢动我的地？嘿，你不交，你不交就有补班下乡来索你。那大家子一号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他们想少花银子，全算在咱们的头上，凭什么呀？对呀，这又宽限啊，又分摊子，这不让我们活了是不是？对呀。为今之计啊，那就只有抱团喊冤了。我们是不是该找他算账？人送10个死，索性我们去闹一闹。走。这事不好弄。仁义是万城的老吏，出了名的倔强。他要是真顶起牛来，连毛盘凤都要让他3分。想让他松口的话，难啊！陈仁清，你是咱们晋安府最聪明的人，你肯定有办法的，对吧？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之前咱们还是敌对的。我之前路过同源河万城，民怨也是这么大。那明明两方都有苦衷，他怎么就闹到这一地步了呢？你真的以为这事儿老百姓都是自发的吗？不是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你们全被马文才给坑了。马文才？不，怎么又扯到他身上去了？我之前是一时气恼，蒙了心，但绝不是智谋不及他。就他那点小伎俩，我事后稍一推想就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这个自夸的样子，可真是看不出来你颓废了。马文才那天在公堂之上突然转变态度，其实是以退为进，假装认怂，让晋安府可以放手去实行清账。清账的具体执行者乃是8县的蓄吏，这些人向来跟乡绅是互有勾结的，只要范老一声令下，他们便会故意的胡作非为，惹得下面民怨沸腾，借着民怨散布谣言，挑动民意，把这股子怨气朝着刘瑾和黄宁道2个决策者身上引。看见了吧？诸葛村这些村民，这不是气势汹汹的朝揽溪县衙跑？那他们总不敢去围攻晋安府吧？为什么不敢啊？要想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，只有把事情闹得大大。去通知范老，让沿途的乡绅多准备吃食，务必要让我揽溪的父老乡亲舒舒服服地走到仁华。是。其他的县呢？您就放心吧，都已准备妥当。不易啊，不易啊！清账田地这事儿呢，本来对范渊他们这些乡绅损失是最大的，老百姓们应该拍手称快才是。但是范渊拿人丁私捐税做挑拨，贫富之争变成了县级之斗，那他们不就安全了？可这毕竟是民变呀，这闹这么大，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事啊！阴谋就是要闹得越大越好。这一回帅家墓要遇到大劫。
董主！哎，来了来了，董主，瞧什么瞧？哎，敌人围城了，董主。敌人？什么敌人？其他7个县的暴民现在已经冲进我们仁华县境内，冲着咱们来了。他们想造反不成？他们还打出个旗号，说是要罢黄贼、逐流贼、灭方贼。灭方贼？方贼是要灭我？清将杀我！刘学来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逐流贼！灭方贼！清将杀我！这帮兄弟简直是胆大妄为，竟敢公然围攻这个治所啊！替天行道的旗号都打出来了，这是岂有此理！不是说民间情绪挺好吗？这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大的民变啊？这是乱了！侯主播啊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咱们呀是被当地这些人给算计了。你是说有人暗中挑唆？什么事情都算为了恶向已成。二位，仁华县整个县衙一共就100来人，没有那么多弓箭，如果他们要万一攻上来，那不堪一击呀！你是说他们还敢围攻城墙？那可是谋反啊！你看看！逐流贼！军将杀我！军差杀我！我这个，你赶紧拿一个章程出来啊！我拿什么章程啊？我现在要是下去，他们能吃了我。行。马千世，这招引蛇出洞，真是好算计啊！黄知府刘巡案，尔等行事操切，手段狗酷，以致酿成民变。本官特为平乱而来。记得此前合议，本官有言在先。倘若两位做的有什么不妥，无异于国纪，本官弹劾起来也绝不手软。哼，定是奸人挑唆民意，致使谣言流传。什么方知县给黄知府纳妾，荒唐的话都说出来了。陛下纵有千般不是，可自从您二位开始清障田亩以来，吉安府动荡不安，可也是事实。几个县令阳奉阴违，蓄力借机扰民，断不定的严惩不贷。吉安府最近的往来文书我都看过了，不管是同阳万城还是揽溪知县，都发出过警告，恳请缓刑。反倒是黄知府你一意孤行，不问亲友，一味下文言斥，这才激起民变。这你怎么拿到这些文书的？刘巡案，你也是连署了的，也逃不过一个失察之过。你怎么？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两位都是君子，不入袍房，可能不知道煎一条鱼有多难。鱼肉易碎，所以不能频繁翻动。太操切、太折腾，那鱼它就不成形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两位的初衷想来是好的，只是凤兴多少年没出过大事。你们两位一来，这金安的民变都围到县城下面了，实在是骇人听闻。本官呀，多次劝过黄知府以稳为主，可惜。宋人，你就是个叛徒！黄知府，我宋某可是一直尽心竭力的在辅佐你啊。
还记得当日我跟你讲的协和阴阳的道理吗？啊，这如今一脚踢开挡路的石头，伤了脚趾头，这怪不得别人。本官知道你是进士出身，根本就瞧不起我这个举人出身的通判。我讲了任何话，你根本都听不进去。本官也是没有办法。华文才，当初你也是表态支持的，你也有责任。我是表态支持你们做事，可不是支持你们做砸。不过我什么态度并不重要，本官已把所见所闻飞马持送奉新李师达李巡抚已经成2处。至于阁老们怎么断定，便不是我能决定了。我和刘询安也会上书自辩。自是悉听尊便。不过我好心提醒2位一句，本朝地方官还从未有发生过民变而能留任者。2位，按照规矩，现在应该挂冠自诉，以待内阁处断吧。有鉴于金安民变事大，急需弹压，本官身为金渠兵备道主官，现在接管金安府一应防务。明白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城门的乱民退回本乡。不过本官带的兵马并不多，何况也不能真动刀枪。宋通判，你觉得如何才好？乱民激变，究其原因，就是本府清丈田亩，以分摊人丁丝绢。妾以为，若是抓住这2点，必可迎刃而解。好，传我命令，此前金安府下发的清丈田亩之令予以撤回，人丁丝绢维持原状。金安府民风彪悍，若只是如此，本官怕不足以平息愤怒。什么意思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好，好，你比我狠。来人呐，把那个帅家莫拘押过来。金安府的纷争皆因此人而起，把他当众斩了，给大家有个交代，这乱子就平息了。2位可有异议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们干什么？别！大小姐，干什么？别动手啊！乡亲们，他们要绑架人啊！绑架我们仁华县的恩公呢！是帅家墨，乡亲们，他们要绑走帅家墨。我们是金渠兵备道的，你们想造反吗？徐州的兵来我们仁华抓人呢，像话吗？不像话！对，你就不应在仁华地面上欺负他。带走，让开！让开！后退！后退先走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呀？方知县，我们是受马滨县军令前来拿人。到仁华来拿人，也不跟我们县衙打声招呼，也不知会一声，啊，这有点不合规矩吧？好叫您知，黄知府刘巡案已去了乌纱帽闭门待河，马滨县接手一切防务。他接手的是防务，不是政务。您确定要跟马滨县对抗？这是仁华的地界。他帅家墨是我仁华的子民，我身为仁华的知县，怎么，我难道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吗？说得好。来，把帅家墨给我带回县衙。
的百姓听好了，兵备道传令发现，即日起停止清账。恭喜马兵县呀，这经此一役，声名大涨啊！大家都是各取所需，谈不上恭喜不恭喜，只要把那个帅家墨明正典刑，这一桩大事也算是善始善终。是，可是这帅家墨被仁华县方知县提审走了。靠山都倒了，他这时候还敢截胡？呀，他是不敢捋您的胡须，所以把仁华百姓给煽动起来了嘛。我怕强行拿人，又会激起民变。我亲自去拿人。好。方知县，你窝藏人犯对抗兵备道是何道理？青马兵县明鉴，下官哪敢啊！我只想知道，这帅家墨到底犯了何罪呀？他擅闯禁地，篡改文书，诽谤官府，煽动民乱。本官以决议判他当众立斩，以儆效尤。你有问题？哦，我没问题，判得当。下官立刻就去写文书上报给京城。你送京城做什么呀？马兵县，下官得按规矩办事啊。您知道，在地方的死囚案，那首先得上报给刑部来审罪呀，再经督察院参核、大理寺审允、三法司复核无误，才能上。你当我是第一天来做官呐？那圣上裁决之后，还得秋后方才能问斩。要不您秋后再来吧。你说的那是斩监后，帅家墨是十恶不赦之罪，本官判的是斩立决，今日就要行刑。本朝一向提倡慎刑续囚，您这么着急，不免有失人术之道。方知县，你一向是个审时度势的人，怎么突然就糊涂了呢？一味的袒护帅家墨与你有什么好处？于下官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他是仁华子民，下官袒护的是仁华百姓。方石相，你可知道，你这名号也是那些你要袒护的仁华百姓给起的呢？是。马兵县有所不知啊，下官生来就胆小怕事，什么清官名利，什么万民拥戴，麻烦虚名而已。下官就希望自己能像块石头一样，平平稳稳、悄无声息的，我把这任知县做好就完事儿了。这难道不是很好吗？可自从我听到仁华百姓觉得我在帮他们说话，他们不再用那种外号来称呼我方茂贞，我反而觉得这个虚名还真不错呀。就像我手中这块圆滑的卵石，它固然是安稳的，但是比起那些有棱有角的奇石怪石，那岂不是更有欣赏之处？行了，少在这扯鬼话。方茂贞，你一个破落知县，自己几斤几两，你不知道吗？你难道还想当为民请命的大英雄吗？总之，
本兵备道有权提审囚犯斩立决，请方知县不要拖延。哦，那就请兵备道速写提案，本官立刻回复。几日可复？10日。10日。同府文州的流转城县最多5日，你敢说10日，我便立刻上书弹劾你。5日就5日。东我，属下从未见过您如此决绝。好，可去给老爷拿片丹参。驾！快点！驾！快点！爹，药已经给您煎好了，喝了就早些歇着吧。来了！任主簿，公子，任主簿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公子，天色已晚，有什么事明儿再说。让他们进来吧。爹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这四卷全书的下落？那我就再很认真的回答你一次。不清楚。你知不知道这关系到别人的人命啊？那老山要被折磨死了！不是任主簿，你告诉我，任主簿！任主簿，你我也算是老相识了。您在监安府任职40多年，一心为民，能力之名传遍凤兴，我实在是佩服得很。程先生，我知道你巧舌如簧，便不要在老夫这里炫技了。说的是心里话。任主簿，这么晚了，以您的年岁，还在琢磨着治水之事，勤勉之词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宛城水多田少，若不勤加整治，收成便不会好。自古治水多艰难，只是咱们金安这个地方，只怕是殚精竭虑，还远远不够吧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虽不懂治水，但是也多少有所耳闻。您这图上的水利规划，如果没有个几万两，实现不了吧？43600两。43600两，如此精确。看样子，这个规划在任主簿的心中已经萦绕很久了。倘若动工的话，如此巨大的一笔支出，该是谁出呢？工部会拨出一部分，当地乡绅会捐赠一笔，剩下的8成，自然由万城县的税赋来出。税赋想必是不够的，免不得要临时开征几年的堤坝税和徭役，才能凑齐这些吧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迟迟不敢开工。百姓负担已至极限，多加1毫都会崩塌。当初我不愿人丁4捐分摊，也是因为这个道理。任主簿，您手握万城的赋役白册，想必其中的情形应该比我更清楚才是吧？乡绅、富户占据着大片的良田，却减免粮税；老百姓呢，已无立锥之地，却肩负着这么重的负担。敢问，这是否公平？此乃朝廷法度，我亦无能为力。任主簿，金安是个什么情况？你我心知肚明。仗地缩绳、诡计、飞撒、宽限、引田、逆户，乡绅的不法手段有多少呢？有钱的盆满
钵满，官府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的从穷人的手里榨取最后一枚铜钱，岂不荒唐？话不可这么说，县里诸多事务，免不了乡绅的捐赠。乡绅当然要捐，他们兼并100亩，隐去50亩，再立刻捐上一个100两的银子，好名声立刻就来了。如此划算的买卖，换我也会做。程先生，你跟我说这么多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是真心的相信你体恤小民，所以不敢加税。可是这个堤坝您若修不好的话，你的老百姓还是会遭受洪涝之苦。这两难之局的症结何在呢？您为了几千两的人丁丝绢税就敢挺身而出，而这价值几万两的一层窗户纸，你反倒不敢捅了是吗？任主簿，我相信你是个好人，但你的良心呐，就跟这个堤坝一样，是一个永远都实现不了的泥坯子。程先生，别跟我来你这一套常理人情的话术。任主簿，我是个纨绔，我不懂那些民间疾苦，我也说不出那些大道理。可是我在仁华只有老帅这么一个好朋友啊！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他吧，你帮帮他吧，好不好？敦诚在仁华没有什么熟人，要说朋友，就你一个。这本叫《丝绢全书》，我写的。这本书托付于你，我没有遗憾。敦诚，拜谢。任主播，任主播，哎，任主播，任主播，哎，任主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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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任主播，爹，老爷，爹。等一等，这是家父让我交给你们的。老爷，爹。仁华县、兰溪县、童阳县，哎，这里边记的不都是20多年前吉安各地乡绅张地所审的记录啊？再看仔细点，每一桩交易都跟谁有牵连呢？送铜牌送人，这就解释通了吧？范渊在乡，陆飞龙在野，毛盘凤在县，马文才在道。那金安是不是也得设下一个人啊？如此才能上下连通，沆瀣一气啊！这个送铜盘藏的还真是深。这上边虽然记载的都是20多年前宋人做护房斩案时经手的，倘若现在捅破的话，都是惊天动地的大案。我明白了，所以他们必须要灭口老帅。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得分兵两路了。我带着丝绢全书先去省城。那我呢？你立刻赶回仁华去，想方设法拖住他们，哪怕上了法场，也要拖住他们，拖到我回来为止。不是你说清楚点，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这事儿呢，若是成了，你自然明白；若是不成，你明白了没用。
没想到你这个人吧，还不错。这！让一让啊！叫！东珠啊，吃点东西吧，你看您都饿瘦了。嗯。哎呀，5日啊，5日的期限马上就到了，其他几个县的百姓还在城门口等着呢。这事情，你也不必太过自责了。您反正已经做到仁至义尽。我要是有他那个志气就好了，我早就该辞官回家去赏识去。但是东南黄泉，千古汉室。哎，赶快把它都装起来，咱们去送帅家墨最后一程吧。该不是你手机里记着的吧？马平县，时辰到了。嗯。代帅家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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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代帅家墨。知县呐，你在这装什么父母官呢？大平县呀，这跟如此闹下去，太不靠谱了。各县百姓近些天积攒的这些傲娇之气，是该发泄一下啊！哎呦，你看看。只知道帅家墨精通医养，擅长术数，没想到他临危不惧，英勇侠义，可不一般呐！大平县呀，
这如此不堪呐！你这样就行刑可就来不及了。那就压一下吧。站一下，站一下！现在已经都弹压下去了，董主，我们是不是下去啊？我现在下去监斩去啊！百姓不指责脊梁骨，骂死我！我不下去。今有仁华县人士率家墨，将不干起事情，以人丁私捐之由，捏造写词，欺众罔力，蛊惑迷信。你走得好难呐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就这么就走了呀，爹呀！站住！贼子！你这该死的贼子！爹，你瞧见了吗？这贼子就要伏法了！大人，小人是万城主顾正义之子，家父前几日病逝，小人想起他老人家往日恩德，竟未能亲见贼子伏法，所以才悲从中来。袁主簿啊，您怎么就这么去了？您是我们万城百姓的恩人呐！上个月您还带人帮我们修堤坝。怎么老天不长眼？您为何走得如此之快呀？袁主簿啊！袁主簿啊！肃静，肃静！马平贤，再不行刑可就来不及了啊！人老主簿广有贤名，不让万城百姓志记一下，怕是难以服众。多谢马兵贤。这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啊，人一走了，还能得到百姓的如此拥戴，令人感怀啊！董主啊，你为仁华百姓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他们也一定会惦记你的。但是说，如果有一天你也走，我也走，我往哪儿走？你也走，你走。袁主簿，我给你叩头了。好了好了，快一点快一点！哎呀，不用这么婆婆妈妈的。好了好了，最后一个了啊，最后一个了。终于完了，马明贤可以行刑了，要不然真是来不及了啊！好，袁主簿，还有完没完？你怎么就没了呀？死得好惨！你怎么就走了？宝玉，你答应我，我的堤坝也没有修啊，袁老大。走。袁主簿，袁老大，风宝玉，你，此人故意捣乱。风宝玉，黔驴技穷啊！你是在耗时间吗？莫非还有救兵不成吗？宋人，你个老毒，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才肯罢休？冯宝玉，不让你和帅家墨一同问斩，你是撞了大运了！你在这闹什么闹？哈哈，宋人，我这头黔驴还没有技穷。哎，大家听我说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讲。风宝玉，你这叫劫法场吗？我风宝玉
是仁华县的生源，这人丁私怨税是我跟学长们一同机构的，为什么只杀了一个人不杀我？为什么？钟宝玉，杀我！宝玉，你快妈，杀我！官府不追究你啊，你就要找死吗？万明县，这该如何处置啊？那就一并斩了。万明县，我提醒你一下啊，这斩首杀人是需要上报刑部审核的。杀帅家墨已属御权，再杀冯宝玉的话，还得多准备一份文书。如果出了破绽，那我们就按送你文书。来人呐，在，取我印来。是。既然你有这个要求，我就满足你。这不是个傻子吧？这是这。冯宝玉啊，真是义无反顾啊，两肋插刀，面不改色，令人佩服啊！你来我也会死，你不来我也会死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是来救你的呀，那救不了就一起死呗。贾克库，你不也这么做的？恐怕这次没有什么变数了。还是有变数的。什么变数？我和陈仁清找到思娟全书了，在哪儿？他带着去省城了。半城离省城200里，省城到仁华330里。他怎么去的？当然是骑马。5时半，他要5时半才能到这儿。怎么能是5时半？怎么又多了半天啊？罗老山，你再好好算算，陈仁清他不可能骗我的呀。速度不可能加快，脚程也不可能缩短。平日里总叫你多做些教程题，你若是听了，就不会算错了。5时半，那这个来不及了呀。应召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万明县，5时半，打开。今有仁华县人士帅家墨、封宝玉，将不干己事情，以人丁私捐之由捏造写词，欺众罔利，蛊惑民心，专为犯上作乱之见。仁华各县亦各听心，山泽履言，皆为解体。今为平乱局，以安民心，将帅封2首恶，枭首示众。西山落尾，天明亮，且在山中采茶楼，等你来。
时辰到了。 13刻已到，即刻行刑！以匹夫而臣，万神之来；以一朝而反百年之案。如今身虽云梦，仍不失为壮夫下士。你放开他！ 程元清可以赶到。如果他尔班的救兵也在来人华的路上，斩！马秉宪，我这银枪投壶之计，较之当初如何呀？你竟敢持械劫法场！快点行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砍呐！要不要连我一块杀呀？就凭你今日劫法场一事，我连你一起斩！给我拿下！奉行巡抚，右副都御史李士达